初代人王的日本战国背景让我十分喜爱，所以不管落灭了多少次，还是期待着人王2的到来。光是看到预告片呢，就让我非常的兴奋啊，感觉会跟藤吉郎还有战国魔王Oda Nobunaga 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天下布。然而，程序初代一贯的传统，游戏里主线一个关卡大概就等于1年，所以没2下，我们已经在统辖间打倒东海道第1公许金川议员。然后莫名其妙的，本能4就烧起来了。结果我朋友本来以为会是压轴的关卡，居然这么快就出现，我都还没准备好，就跟织田信长说了拜拜。在人王2的开场动画里，藤吉郎感觉就像是来乱的，游戏中也是这样。反观无名的出场也非常帅气，但当我看着正开心的时候，主角居然被捅死了。我心想完蛋了，果不其然，游戏里充满各种恶意的堆怪，是最弱的恶鬼啊，常常一次就来个2只。本来应该是小兵身份的外道兵，居然还会远距离攻击，你是洛克人吗？还有游戏中最不想遇到的妖怪，就只是辱女，不止动作超快，还会麻痹。就不多说游戏里地图里满满的小 BOSS 了。记得初代人王 DLC 里面，本来只出没在羽奥地区的声波鬼还有露乳手，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跑到全日本去了。然后当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的时候，对，我又在人王2看到了，你这是在搞穿越吗？然后我想到初代大阪之役 DLC 里面的忍者狗啊，我知道事情一定不简单。对，人王2没让你各位失望啊。但小古城里面居然有真田家的大炮阵地，有没有搞错？还有这大炮发射的居然是火箭炮，这是不是从1991年香港穿越过来的啊？他偷了我们全特种部队的装备，还调动1大队广东特异功能队走。人王2没有了初代的99武器，取而代之的是妖怪化和大招特技，还有混合妖怪技能系统。进入游戏前的动画呢，可以看到霸气的妖怪化变身。当你以为可以变身成妖怪大杀四方时，绝对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在100个小时的游戏时间里，妖怪化的时间大概是10分钟。有时候你根本会忘记，原来游戏还有精华量表这个东西啊。幸好，装备妖怪混合后可以使用妖怪的技能，是我觉得2代有趣的地方。如果妖怪精力耗尽后补上一发妖怪技能，有时候可以让妖怪倒地，然后来个近身刺激。但是我到现在还是10次只能成功1-2次。另一个好玩的是妖怪化反击系统。2代的敌人要放大招前会出现红光，只要抓准时机就可以按下 R2 加圈圈触发反击，消耗对手大量精力。如果成功的时候呢，刚好敌人的精力归零，就可以继续按下3角形来个妖怪化的近身刺激。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地方，就是每把妖怪武器，在他们前5次累积满妖力的时候，会说一段简短的对话。如果当下你没有看清楚也没有关系，之后都可以在精华目录内
一个个细细品尝回味。游戏中有一个比较烦人的部分，就是人物名鉴这里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剑月七本枪。等一下，你这个介绍90%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就不能把这7个人放在一起吗？光要跳过这7个人就要按7下。同样的，在妖怪图说里面，切换也非常不方便，要不断的按按钮才可以换页。我不能一直按着来换页吗？我想看完一反木棉，就直接跳到火车那页。我很喜欢人王系列里面的2个设定，第一个是温泉，它让人感觉有种那死了几百次，不是。是经历漫长的旅途后，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歇歇脚、放松一下。除了温泉的设计都很优美之外，而2代呢，因为有女角的关系，第二个喜欢的呢，就是守护灵的分灵动画了。带点水墨的和式风格，让我们能沉浸在角色的故事当中。那也为游戏增添不少情感以及韵味。不过这次的叙述方式在情感描写方面稍显薄弱。前作的朱雀分灵气氛就营造得很好。导左近的部分也是，一句话就能震撼人心。武士らしき奉公もろくにできぬとは。三成殿こそわしには過ぎたる主君であったわ。而且最令人感动的，居然是初代主角威廉的故事啊！虽说如此，还是感受到制作的用心。让我玩下去的动力呢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品味每个角色的分灵故事。游戏一开始呢，若玩得浑浑噩噩，直到威廉出现才整个清醒过来。尤其是这段对打的过场动画，非常有张力。也让有玩过初代玩家回味无穷。人王2的音乐表现也很优质，在某一些战斗中，在给予 BOSS 最后一击的时候呢，会自动切换成结尾的配乐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大月丸的对战，就算你前面打得再烂，都会觉得自己像神人一样。最后呢，谈谈接下来的 DLC。官方有稍微提到 DLC 的故事会有比人王2故事线更早的剧情。打完大月丸后呢，主角会闪现一小段记忆，应该就是 DLC 的伏笔。这位应该是在弹之浦之战的元义经，在前作有些关卡，穿白色头巾的是武将方变庆。而这位持双刀的大将就是元义经。
如果 DLC 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元义经，那真的会非常感动。中间出现的这位女性，可能是铃鹿御前吧，也有可能是某位被女性化的传说角色，也不一定。要挑战酒吞童子之前，可以看到2位前辈，一位是封印玉藻前的安倍泰臣，另一位应该是这个身份不明的女性。从她封印酒吞童子来看，考虑时间点的话，应该不是铃鹿御前，而是女性化的源赖光。最后这位身穿太初武士之铠的，大概就是日本奈良到平安时代的武神板上田村麻吕。我们可以由游戏中的装备介绍略窥一二，而且相传鼠叶矢之剑就是板上田村麻吕所有，只能约略的去猜测，这是大月丸之前被杀了3次的记忆。而我说你这妖怪之王当得也蛮凄惨的。看到这边，已经让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 DLC 会是什么样子。来个横跨1000年的人王系列，似乎不错。不对，不期待就不怕受伤害，是吧？人王这一系列游戏，带我初步接触日本战国，也告诉我走上大义之路，通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そして私たちは同じ日に死ぬの。信繁、最後までお仕えいたしまする。然后，这是一座秀吉统一天下的故事。名は秀吉とせよ。2人で1つの名とは古今例がない。他に類を見ぬ働きがお主ら2人であればできよう。玩了人王2后，我学到，仁王のようにな。我到底玩了什么？